今天为我们的论坛拉开序幕的是一位重量级的讲者，他拥有牛津大学神经学博士的背景，曾任三军总医院基隆分院的首任院长，目前则是担任爱家自然诊所的院长。他将以堰塞湖等极端气候灾难化解之道在植物性饮食为题，从科学的角度与实证的数据，探讨植物性饮食如何能够有效地减少温室气体，并将气候的灾难降至最低。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陈维华博士。欢迎陈维华博士。真的很谢谢哈行动植物联盟的邀请，尤其是谢谢我们新竹的这个负责人哈楚医师的邀请哈，让我有机会能来到这么一流的学府，这个校园这个环境真的很舒服啊，而且呢就是在这个护国神山之地啊，所以今天来跟大家抱着一个分享的心情，大家用轻松的心情，但是分享非常重要的概念。那里面有一些文字，大家也不必去续读，我们就用口语。那我相信这个主办单位会把这个 PPT 放在网页上嘛，哈，大家自己可以去阅读，哈。好，我想呢，最近大家都知道哈，这个连续下了豪雨，所以新店有没有这个一个社区啊，土石流崩塌，住户拿包逃走，狗都来不及救哈。好，那因为豪雨一直下，所以呢，造成了这个红色的警戒、黄色警戒，光后在北部地区超过200条，我不一一叙述了，很多，好，不用好，所以尤其是新北市哈、宜兰啊、台北哈、都桃园也有，新竹也有一些哈。那堰塞湖到底有什么关系？那大家都知道说堰塞湖这个，在今年的7月21号，这个台风维帕带来的强降豪雨，造成土石崩塌，造成了巨大的堰塞湖。可是这只是形成而已哦，如果它没有溃决，也不会造灾。结果在9月又华加沙台风带来暴雨，造成9月23号溢流造成的灾难。那现在又形成一个小型的堰塞湖哈，所以从堰塞湖呢，在台湾有记录以来呢，至少有88处。那么分析它的原因，57%跟台风豪雨有关，23%跟地震有关。好，所以其实是跟我们的气候是很有关系的。好。那科学家已经证实了啊，全球暖化跟堰塞湖的形成跟溃决灾难有强烈的正相关啊。它全球暖化不仅会增加堰塞湖形成，形成以后它自然把它溃决掉，没有造成灾难，它也会消失。可是呢，全球暖化还会放大这个溃决的风险哈。在高纬度国家冰川融化造成冰川湖，这是瑞士冰川湖。永冻土融化、地质改变、山崩融会形成堰塞湖。那我们在我们的亚热带、热带地区强降雨量会造成堰塞湖改变，造成了堰塞湖的溢顶啊。所以科学的共识认为，全球暖化是主要的驱动力，未来的这种堰塞湖的风险会继续增加啊。好，那为什么会有强降雨量？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呢，全球暖化造成空气饱和的水蒸气增加，含水气的热空气上升。理解成水汽释放潜能，增加对流的恶性循环。在某些地方的大气中分配的水蒸气过多，造成区域的强降雨增加；某些地方分配少，降雨就减少，甚至变成突发性的干旱。好，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堰塞湖呢，还有土石流等等这些气候的灾难，跟全球暖化有关。那全球暖化跟什么有关呢？是因为我们人类排放过多的温室气体。造成了全球暖化，造成气候变迁，造成这个气候的灾难。好，那最近大家知道，联合国有报告 ，NASA 太空人发现地球变暗了，并不是太阳光变弱，现在太阳这个风暴越来越强啊。那是因为我们大气中的温室气体飙高，所以地球反射太阳光的能力下降，造成了更长期的温度上升啊。这我们不细谈，下回再说。好，所以最近下礼拜的 COP30在巴西召开嘛，哈，那联合国秘书长就说了，联合国最近的环境规划署最新的报告，如果全球各国应对气候变迁的集体承诺了，如果完全实现哦，到了2100年，会导致摄氏2.3度到2.5度的升温，而且不一定做得到。OK， 所以呢，
秘书长有讲话，减排还是很重要，但是人类要改变既有的做法，要改变方向。那我们就来探讨什么叫既有的做法。既有的做法就是联合国在2005年从 COP 开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各国缔约，减少燃烧化石燃料，达到 CO2 的净零排放。净零排放不是说不排放，只是减少排放，让维持现在的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在当前的水平。要多种植物，然后去吸碳。可是现在20个年头到了，有没有改善？没有。好，所以既有做法已经没有办法，不能继续再这样做下去了。好，那我们怎么改变方向？当然，我们就不能再依赖二氧化碳减排图，因为大多数国家做不到。开发中国家跟已开发国家是争吵，那你们就这个放了那么多的这个温室气体工业进步，然后我们现在要工业化，你又不准我们去燃烧等等，所以产生很多的一些争执，还有所谓的气候资金这些讨论的问题。更有一点大家没有注意到，即使全世界各国的 CO2 都能做到净零排放，也缓不济急。为什么？因为气候的模型已经告诉我们，还是会持续增温1000年。那这样子，我们的地球没办法及时降温，气候变迁的灾难继续会往下走。所以光减二氧化碳是不够的。为什么？好，这是澳洲的2024年一个最新的研究他做了7次为期1000年的这个模拟，这个是净零排放如果说在2030年这黄色这个点就全世界都能达到净零排放，做得到做不到？当然做不到。好，即使做到，气温还是会缓缓上升1000年，至少上升1.6度。如果到了2060年才全世界各国才达到净零排放的话，温度还是继续上升，然后1000年，然后会增加了3.3度。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时候到达净零排放，世界都将在接下来1000年仍然缓慢的变暖，气候变迁不会停止，灾难不会减少。所以光是二氧化碳净零排放是不够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二氧化碳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在大气中非常长寿的一个温室气体IPCC 它就是联合气候变迁这个委员会他们找出认为说50%的大气二氧化碳在30年才能消除，剩下30%在几百年之内才能消除。它是任何20%呢会停留在数千年到4万年。今年最新的研究发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75%会在200年到1820年被移除，就是等到二氧化碳被移除，75%移除的话还要上千年。那在10万年的时候呢，二氧化碳仍然在残留4.3%，也就是需要10万年才能恢复到工业化前的水平。这跟大部分的二氧化碳是被海洋吸收有关。所以这个是个模型，他们到4万年，那照样还是有这么多的二氧化碳在大气中没有办法被消除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光是净零碳排没有办法达到降温。好，所以我们现在都知道了，二氧化碳净零排放不是零排放，光是净零排放我们做不到，就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保持大气中二氧化碳在当前的水平。世界在将来接下来1000年仍继续缓慢变暖，气候变迁恶化不会马上停止，气候灾难仍然持续发生，甚至会跨越不可逆的临界点。所以我们光靠既有的做法绝对是不足。我们必须要像联合国秘书长改变方向。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评估全球暖化、气候变迁的问题，跟采取行动，避免让年轻人陷入他无法控制的原因。如果我们这一代方向还是不变，继续着重在这个燃烧化石的话，将来留给年轻人就是一不可逆的临界点。年轻人已经他没有办法再去控制了，所以我们这代有责任。所以说我们怎么样改变方向？我们建议从2个方面来探讨：人为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的排行榜。第二是各个温室气体在大气中存在的时间的长短。二氧化碳，你针对它减排是非常重要，那是为了百年、千年大计，一定要减排。但是对于现在的气候变迁跟灾难是没有办法去遏制它的。好，下一章。好，所以我们就知道人为温室气体的排行榜，大家知道是榜首竟然是什么？食物，不是化学燃烧。所以最新的研究他们2020年的一个研究，在 Nature Medicine 就是一个世界的顶级的期刊，他们估计占了至少31%甚至34%，所以它排放最多温室气体。全球暖化、海水暖化、气温升高、水循环失衡、土地劣化、
更高的海面温度还有更多水蒸气的温暖大气造成极端气候灾难，会更强更多的台风强降雨、土石流、雷暴、洪水以及突发性的干旱等等。好，我想这个就是已经在发生了哈，就是牙买加10月28号梅丽莎5级飓风造成世界末日的样。那最近10月5号这个海鸥台风狂扫菲律宾中部，造成洪水，造成超过52万死亡，数十万人有力失所。科学家指出，就是海洋温度持续上升，就是过多的温室气体造成的。好，所以这个气候变迁灾难不是说将来会发生，已经在发生，而且越发生越频繁越严重啊。所以呢，我们从2方面来探讨，一个排放量，刚刚讲过，食物排放量是全球最多的，所以我们现在只 focus 在化石燃料的排放，它占全球温室气体26%，而占了33%以上的食物的系统，我们不去讨论它，不合逻辑，对不对 ？OK， 好，那食物难道叫我们大家都不要吃食物吗？当然不是了啊！我们要生存。食物中有分什么？植物性饮食、动物性饮食。那研究已经指出，动物性饮食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平均比植物性的饮食高出5到50倍，不同的这个食物有差别。就每一餐而言，如果像大家这样，中餐就今天改采动物性的蛋白质饮食，它平均碳排量只是每餐植物性的31倍。也就是说，我这一餐吃植物性的这个饮食呢，餐盘或便当，结果呢，它的碳排量只有0.3%，动物性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影响。所以不要刚刚这个我们大律师这样说啊，不要小看你这一餐啊，其实影响很大。好，第二个我们来看所以我们就从排放量来看，是要减排二氧化碳、化石燃料排放，大家不要浪费，能够减排。没有错，但是呢，缓不济急。同时呢，我们来看看各种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时间的长短。最多的温室气体大家知道是二氧化碳，对不对？从工业前到2023年是增加了50%。第二名的排放量最大的是甲烷，对不对？甲烷增加多少？1.66倍，比它更多。第三名是氧化亚氮，增加了25%。好，所以我们 focus 就是说，你如果从各行业来看，是食物系统是最大，过来是化石燃料的燃烧。那从个别温室气体来看，二氧化碳是最重要，一定要减排。但是缓不济急，它存在大气中上千年、上万年，跟核废料其实是时间差不多。第二名，我们为什么不去探讨它？甲烷为什么？下一章，好，你看到甲烷是第2大温室气体，它在大气中呢，所以科学家的研究认为，今天看的地球暖化30%是甲烷造成的，它在大气中平均只有待12年，不像二氧化碳几千年、几万年。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20年期的软化的潜势是，它软化的能力是二氧化碳多少倍？84倍，是非常强的软化。因此呢，如果今天不再继续大量排放甲烷，今天释放的甲烷大部分在12年后从大气中消失，所以近期就能看到地球降温，能够及时阻止气候变迁持续恶化，减少这个毁灭性的灾难。那我们要问，那人类排的甲烷最多的是什么？饲养的牲畜。我一直不希望讲畜牧业是我们行业之间在批斗，不是。是我们它是为了我们喜欢吃肉蛋奶，所以养殖业就越来越蓬勃发展。它排放的温室气体当然就多，尤其是甲烷。好，那我们这张图是很简单，给大家看一下。全球暖化其实甲烷呢，你看我们在文献上，他们都是用100年来看，是二氧化碳的软化的28倍。其实我们不是要看100年，我们能不能存活到100年？气候变迁，这个地球能不能够承受得不到？我们要看20年，甚至10年。10年甲烷的软化的强度是二氧化碳84倍，所以你减排会很快达到这样的一个效应啊。下面看下一章，所以那我们就看甲烷是谁来的？人为的排放甲烷最多的是什么？牲畜，占了30到40%，不是只有牛的、羊的打嗝而已。牲畜的粪便也会排出甲烷，所以要针对牲畜。所以牲畜是全球人类甲烷最大排放源，占了1/3。越多人改采不含动物的饮食，畜牧业就是这个养殖这个动物的这个行业，基于市场的机制，自然就会缩小。你没办法强迫它那政府也为了选票，他也不可能强迫他们去关，所以需要人民自觉，为了我们的生活，为了下一代。
所以我们必须要着重于短寿命的甲烷跟黑碳的排放量骤减，地球就能近期降温啊。好，这个图稍微花时间可以报一下，这 IPCC 的一个简单的模型报告，就是各种温室气体如果停排会造成，这是零排放，不是近零排放。零排放的时候完全不排，当然我们根本做不到，但是我们从这个完全不排可以看出这个温室气体对我们降温的影响。好，蓝色的可以看出来，我们只把二氧化碳禁止排放，继续会怎么样？增温，对不对？缓慢还是会增温，没有办法达到立即降温的效果，因为二氧化碳存在大气中上千年、上万年。好，那很吊诡的是，我把二氧化碳跟气溶胶一起，就是这上面红色这个一起把它减排，温度怎么样？反而会上升，因为气溶胶是怎么样？它是冷却作用的，它会反射太阳光。所以我们一味的说要减排这个化石这个燃烧，反而会怎么样？增温，同时气溶胶会减少，所以比只减排二氧化碳来的可以更为增温。而真正能够立刻降温的是什么？包括二氧化碳黄色的这个，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它们都不排的话，立刻降温，而且降温在100年是可以降温到0.5度。那为什么这个紫色的也稍微在20年左右会增温一下？这边就是说，好，我所有温室气体都不排放，包括甲烷、二氧化碳等等，本来应该立刻降温，对不对？可是我把气溶胶也同时把它零排放。结果前20年会增温，因为什么？气溶胶它是会降温的、冷却的，反而，所以我们一味的 focus 说化石燃料排放其实是没有办法达到近期降温的效果。好，就是跟各位报告一下，所以我们必须要换一个方向。动物性的食物是排放最多的人为温室气体，食物的温室气体啊，它是比植物性高达5到50倍啊，而且甲烷是最大的排放源，是来自于饲养的牲畜。排放过多二氧化碳跟甲烷，全世界每年至少有800亿头以上的生物呼吸是不是有二氧化碳？我们人类是83亿，那我二氧化碳它的这个量还没算进去，它光是甲烷就是排放最多，所以你减少牲畜就会减少二氧化碳跟甲烷的排放。好，恶化全球暖化、气候变迁恶化。好，那植物性呢？我们刚刚讲，你吃每餐的植物性饮食，它的碳排量比例只有动物性饮食的大概只有3%而已啊。所以我们大家越多人改采植物性饮食，养殖牲畜变少啊，同时减排甲烷、二氧化碳。然后今天释放的甲烷，大部分在12年之后就会从大气中消失，让地球及时的近期降温，这个很重要，而不是等到100年、1000年后，而缓解气候变迁的灾难发生。所以，越多人改采无动物成分的植物性饮食，它自然会缩小。而且呢，还有一点，它可以不但减排短寿命的甲烷，而且减少黑碳。很多雨林都是焚烧雨林去栽种饲料，要喂动物的饲料植物，所以这些燃烧的黑碳会飘到南北极等等，会造成更软化。它软化的能力呢，是二氧化碳强2000到4000倍以上，所以呢，才能够及时的阻止气候变迁，然后避免毁灭性的一个灾难的发生啊。所以食物是气候变迁跟健康之间的关键啊，它排放1/3以上人为温室气体，恶化气候变迁。可是气候变迁影响食物的收成，造成水跟食物短缺，个人营养不良，社会造成饥荒，甚至造成社会重沦，国家之间的资源的战争。而健康方面，其实食物不是只有提供营养，它会改变我们肠道的共生菌，调控基因的表现，包括会吃对食物，它会延缓你老化基因的表现，影响慢性病跟癌症啊，导致这个很多人畜共同传染病的发生啊，包括禽流感等等，禽流感现在已经感染到母牛了啊。好，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大家都知道说，植物性饮食对地球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及时能够降温，但是它对人体有没有害？如果它对人体健康有害的话，那也没有办法去实施嘛。好，那我们下面看一下。那我们这边也讲了植物性饮食啊，就是 plant-based diet， 它主要是以植物为基础，减少或避免动物性的食品啊。那它可以减少气候变迁，减少气候灾难，对不对？如果你采用这个植物性饮食，尤其是 vegan 会这个减排食物系统排放的75%的这个温室气体排放量。好，那我们看健康方面呢，有什么好处？减少死亡，不管任何原因的死亡，如果他们做了研究，这很多的研究
共同的发现，减少15%的所有死亡原因。换算从113年我们国人的死亡率如果降低15%的话，可以减少3万人国人死亡每年啊。好，这是非常癌症死亡率降低12%，心血管癌症是我们第1大死因，对不对？心血管第2大死因，脑血管第3大死因，糖尿病第5大死因，慢性肾脏病第9大死因都会减少。统计学很有意义的，不是只有一个报告，有成千上万的一个报告哈。所以呢，除了减少死亡之外，减少癌症，所有的癌症减少13%，癌症是我们国人第1大死因，对不对？减少肺癌是第1大这个10大癌症第1名，减少肝癌是第2大死因癌症死因，减少大肠直肠癌第3名，减少母癌第4名，减少前列腺癌第5名，减少各种消化系道的癌症，是我们国人10大死因的6、7、8、9。光改食欲饮食，减少死亡，减少癌症的发生，前10大名癌症几乎都会降低。下一章，那对慢性病的风险，心血管疾病是我们第二大死因，减少15%，糖尿病减少17%，肥胖、慢性肾脏病、痛风、老人衰弱症、中老人多种共病、忧郁症，其实心情也会好。所以老年的视力、听力障碍也会减少，包括白内障也会减少，所以更年期妇女骨折、髋骨的健康老化，也促进睡眠的时间的品质也会增加，而且呢，延缓老化，就是老化的基因呢，就他们调查吃 vegan 的人呢，他的老化基因的表现呢会延缓，因为他基因被甲基化，所以他让它不表现，所以它可以寿命延长8到10年，就人类的一个研究的报告，减少新冠肺炎的感染跟重症，他们发现吃素食的，是减少39% 的感染的风险。那得到 vegan 得到这个 COVID 以后，转成中度跟重症的风险降低73%，光是食物性饮食，不是药物，降低73%，增强运动员表现有氧运动。所以牛津大学的研究就是饮食对我们的健康，我想就是没有问题，对不对？都很好，对环境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可以高达70到75%食物排放的最大温室气体。食物是人为温室气体最大的排放源。经济减少医疗费用，减少碳的社会成本。然后我们在地球上也可以避免我们增温超过1.5度是已经没办法避免。那我们希望呢，越少越好，而且即使能降温。所以呢，我们采取植物性饮食呢，它是个永续的食物呢，它友善我们的健康，有没有？友善地球。我们选择排放温室气体最少、破坏地球环境最小的食物及时化解气候变迁灾难让地球能持续长存。其实也是让我们持续长存。友善子孙，我们希望留一个物产丰饶、气候宜人的生存长岛给我们的子女。友善动物，我们选择不伤害动物的食物的用品。化解人类跟动物之间的紧绷的关系，万物和谐在一起，共创世界和平。所以他常常问：如果大家都采取植物性饮食的结果是什么？缓解气候灾难，对不对？我们面对气候变迁有2个大源，一个 mitigation 减缓，一个是调试 adaptation。那减少甲烷，同时减少甲烷跟二氧化氮，其实近期就降温嘛，就延缓这个气候变迁的恶化下去。因为每个人都减少。打癌症减少，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肾脏病都减少，是不是更健康？更健康，你对极端气候的适应能力是不是比较强？再过来呢，它也减排二氧化氮。除了动物800亿的动物呼吸二氧化氮之外，动物性的饮食是很耗能的，它耗能大概是这个植物性的20倍所以它也间接也会造成二氧化氮的减排嘛所以。从动物养殖场的源头减少新瘟疫的发生，包括禽流感。那现在新的禽流感本来感染鸟类，现在感染哺乳动物，在美国已经感染到母牛。他们发现在牛奶里面的病毒量非常非常高，所以一定要消毒过才能喝。但是牛奶已经是不永续的食物嘛，所以建议他也不需要再去喝它然后，所以送给子女最好的礼物就是留下一个能够让他们尽其挥洒未来璀璨人生的地方，我们唯一的地球所以餐盘中的食物其实对地球冲击这么大，不只在是个人一个自由的选择，其实更是你我对地球存续的一个爱心的一个展现。那最后就是有些相关的事，大家有兴趣的话，个人在台湾医界也是呼吁医界说，气候
变迁的对策，勿忘食物减排。因为总统是非常注重的气候变迁，所以在总统府成立一个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我也提给他们，在这个台一界上提供给他们参考哈。然后另外有一个纯植物性历史联署书，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餐改变命运，你愿意用爱心来救自己吗？好，那我想今天就跟各位报告到这边，如果有问题，我们大家讨论。谢谢。感谢陈维华博士带来这么扎实的科学跟统计数据哈，让我们了解改采植物性饮食才能有效的减小畜牧业规模，然后降低温室气体，那也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很简单可以做得到的。那我们现在现场有5分钟的现场观众提问，那不知道各位有什么问题想要问陈维华博士的，麻烦你举个手，让我们工作人员可以把麦克风递给你。如果有人发问的话，我要转过去吗？这个我们的讲师要先发问。不是，不好意思，因为我刚刚看到你那个里面就是我们纯植物饮食，然后有提到就是我们要优良的纯植物饮食，可是里面有精致淀粉，后面是马铃薯，我不懂马铃薯为什么不是好的植物饮食？对了，马铃薯这个问题是，在医学研究上把它列为是不健康的植物性饮食。其实马铃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最主要我们炸的方式。薯条，因为炸薯条，国外都用炸的，都用炸的，所以这些也加工过，然后营养流失之外，还有什么西西胺的致癌物，那其实如果用烹煮的也是 OK 了，但是他们在营养学还不把马铃薯列为蔬菜水果的一种，所以就是你可以吃它，但是不要因为你吃了马铃薯，其他蔬菜水果就减少一种，是这样，因为它的营养的价值呢还是没有很完整所以说它不是坏东西，我个人也是。对，因为我想说，我刚刚才吃了咖喱饭，我好紧张哦。咖喱饭对，就是炖的，对，但是好，那就好，谢谢博士。谢谢陈博士的回答。那现场还有观众要提问的吗？好，这边有一位。我想问2个问题，一个是牛奶为什么不是永续性的饮食？另外一个是素食怎么预防少症？我是说相对于荤食。好，很好的问题哈。那牛奶的问题，就大家都以为说牛肉，因为牛事实上是排放温室气体甲烷是最多的来源嘛那大家以为是牛肉，忘记其实牛奶的销售量是比牛肉高到10倍以上。所以总体来讲，因为你牛奶是要养牛嘛，对。然后母牛是很可怜，要到5、6年它没有办法站起来，虚弱的时候又拿到土上再去卖。所以其实牛奶它排放温室气体总量对甲烷来讲，其实比牛肉更大。所以牛奶其实是不永续的食物，更何况所有的哺乳动物在断奶之后，它的乳糖基因酶就关掉，它们再也不会再喝奶。而人类只有唯一的人类，我们用的知识教育说，你喝牛奶很好很好。然后呢，在我们后天上教大家喝牛奶，会产生很多乳糖不耐症。乳糖不耐症其实在我的观点上不是病，它本来是大自然告诉你，这个时候断奶后不应该再喝牛奶。那我们强迫自己在喝牛奶，是不是为了商业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大家可以去考虑看看。我们不需要牛奶，我们照样可以照样可以过得更健康更合那牛奶里面现在养殖业里面各种荷尔蒙、抗生素等，也是很多的问题存在。所以我个人真的不主张，从地球的观点。牛奶是会危害地球很大于牛肉。从健康的观点，也不适合。我们本来就断奶不应该再喝牛奶。第三个，对健康有很多害处因为时间没有办法谈牛奶的害处，蛋类是害处所以个人觉得说，所以我们讲植物性饮食它很好，大家就是它是相对于动物性饮食。我们不是只有忌肉不够，肉蛋奶这些都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好，谢谢陈博士的回答。对不起，肌少症的问题只是蛋白质的问题。他们各种研究发现，你吃优良的健康的植物性饮食，肌少症不会发生。懂错的概念，以及包括骨质疏松，他们发现短期好像有些影响，但长期来看，其实差距没有。所以最主要，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就最主要是全谷类、豆类、坚果，其实都有很丰富的一些
一些优质植物性蛋白质，而植物性蛋白质其实比较不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我们台湾喜肾是第一名，所以大家吃的过多的动物性蛋白质，其实也是一个大问题。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是不是再开放最后一题？好，这边有一位博士您好，我想请博士就刚刚您讲的零排放不同于净零排放的这个部分能够请博士在细部跟我们解说，那也指导我们如何在未来持续进行所谓净零生活的一个推动谢谢博士。是很好的问题。所谓零排放，就是说完全不排放，从 right now 都不排放温室气体，做不到，不可能嘛。但是我们零排放，我们可以从零排放的这个气候模型中 ，IPCC 的气候模型可以知道各个温室气体对降温的效果。所以你让化石燃料减少排放，结果 CO2 下降，二氧化碳下降，但是什么？这个所谓的这个气溶胶它也下降，反而会升温。所以光对化石燃料的减排是绝对不够，所以这个是零排放，我们根本是做不到。但是呢，所以我们现在变成那种退而求其次叫净零排放，意思是说大家还是要减排二氧化碳，可是同时我们多种植物，多吸收它，让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保持在现在当今的世界水平，让它稳定住，希望能够不要再继续增温。结果模型出来，继续增温，对不对？继续增温，1000年还继续增温。所以净零排放的意思是说我减排，但是同时也尽量去创造吸收二氧化碳，维持在当前的世界的水平。所以不是说去推翻我们净零生活，不是，我们还是要去用水、用电等等，这是一个对大地球资源的一个爱护、保护，留给下一代。但是呢，不能只靠它来延缓气候变迁跟气候的灾难，做不到。最新的研究报告是做不到，而且联合国现在林秘书长讲，在2100年会增温2.4到2.5，2.3、2.5，平均2.4度。所以就是我们只针对二氧化碳，因为二氧化碳为什么大家那么热衷，它会变成商业？因为二氧化碳有一些碳费、碳税，国家之间碳税，以及把它变成包装商品、碳经济，所以很夯。那其实对地球的即时降温是贡献不大，但是要去做，我们是要去做。所以净零生活当然还是对，是让你的饮食、个人饮食去改变它，这样做得到。每一个人都去改变我们的饮食，不需要各国去签合约，各国去争吵。20年，气温已经突破1.5度，我们还要再等下去吗？年轻人何辜啊？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净零生活再加上植物性饮食，可以逆转。谢谢。好，谢谢各位来宾的提问，也谢谢陈博士的回答。那如果大家还有一些问题要讨论的话呢，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可以利用中场时间继续向陈博士提出问题，请教一下。